什么情况？一觉醒来，纳斯达克都遭遇了核打击，这简直就是一发科技界的大意外，直接降维打击到了纳斯达克跟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直接引发了美国股市的大地震。说到这儿啊 ，DeepSeek 在中国的别名 AI 界的拼多多。春节喜庆人欢唱，蛇年大吉福星照，龙蛇飞舞迎新岁，成语接龙乐逍遥。祝各位家人们蛇年大吉，鸿运当头。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钊。什么情况？一觉醒来，纳斯达克都遭遇了核打击，令硅谷跟华尔街都瑟瑟发抖的黑马 DeepSeek。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让人炸裂的新闻，就是那匹让硅谷跟华尔街都焦头烂额的黑马 DeepSeek。对，就是那个让美国股市开盘就暴跌，英伟达市值蒸发6000亿美金的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你以为这是一部好莱坞大片吗？ No， 家人们，你们没有听错，这是现实里发生的事儿。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DeepSeek 发布的最新 R1 模型。这个模型不仅性能能媲美 OpenAI 的 O1， 还直接打破了行业的高墙，开源。对，你没听错， DeepSeek R1 是全球首个免费开源的超强模型，没有 OpenAI 那套付费门槛，也没有什么闭源套路。DeepSeek 就是这么肆无忌惮的免费送。Nice。而且这个 R1 模型的训练方法跟创新，数据蒸馏技术也是一流能用更小的参数量实现堪比 OpenAI O1 的性能。这不连斯坦福、麻省理工这些顶尖大学的研究人员也都爱上它了。更夸张的是这 DeepSeek 的工程师们，那效率可不是盖的呀！就在今天凌晨他们已经在 Hugging Face 平台上把 Genos Pro 7B 和 1.5B 模型都给上传。这两个模型可不是什么新手村的小白，他们是去年10月份就发布的 Genos 模型的升级版。你想想这 DeepSeek 的团队那可真是升级打怪，一路狂飙，把模型升级的跟开了挂似。现在的 DeepSeek 不仅在数学、推理、自然语言等领域打破了多个记录，还因为低成本训练，几乎可以用不到1/10的资源做出来 OpenAI 模型的效果。要知道OpenAI O1 训练的成本已经高得离谱，而 DeepSeek R1 只是英伟达 H800 的2048颗 CPU， 也太让人惊艳了吧！这 DeepSeek 不仅打破了行业的传统推算力的思维，还让整个资本市场紧张的像是个鸡飞狗跳。这个名字就像一颗小小的火种，居然引发了全球 AI 创新的大爆发。可怜那些美国的那些科技巨头们在 AI 行业吭哧耕耘了几十年，竟然被这个初出江湖的新人给啪啪打脸。这个剧情熟不熟悉是不是就像张无忌练成了乾坤大挪移，突然出现在光明顶，力压群雄，惊现于江湖。话说1月27号，这 DeepSeek 可真是风头劲爆，它一跃就冲上了中美苹果免费应用榜的榜首，连 ChatGPT 都得甘拜下风。更夸张的是这服务器因为下载量激增，差点被压垮。这简直就是一发科技界的大意外，直接降维打击到了纳斯达克跟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直接引发了美国股市的大地震。从华尔街到硅谷，各大科技巨头瞬间陷入了恐慌连华尔街日报都忍不住称赞。硅谷的朋友们无法接受，都说是 DeepSeek 简直就是神秘东方力量的再现。就连纽约时报也忍不住发文，他们惊呼 DeepSeek 颠覆了人工智能。这美国股市早上一开盘科技板块应声下跌，尤其是英伟达，股价暴跌了17%。那有人就可能会发问不就17个百分点，这个数你可能没啥感觉，但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从2023年以来纳斯达克最大的跌幅，没有之一。要知道加州洛杉矶大火从1月7号烧到现在，也才烧了不到3000亿美元。日本广岛的核打击才损失了20至30亿美元，而英伟达一个晚上就干没了6000亿刀。你没听错是6000亿美金，约合4.3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把全美国最有钱的地方连着烧2个月的损失
而且后边还有什么博通、超微半导体、微软等等科技巨头也在股市里翻了车，这跌幅堪比加州的恶魔之风，引领着火势继续燃烧了1个月。就问你迷不迷糊？性价比逆袭 ，AI 界的拼多多，搅动巨头的价格屠夫。说到这儿，DeepSeek 在中国的别名 AI 界的拼多多，听着是不是就有意思了？它简直就是搅动巨头的价格屠夫，因为它用不到一杯星巴克的钱，就能做到别人需要上百倍投入的效果，乃至撬动整个世界。以前 ChatGPT 牛逼哄哄的禁止在华使用，而现在呢，赶紧割温。首先大家都知道 AI 大模型这个行业一直被美国的巨头们牢牢把控着，就像 OpenAI、Meta 这种大公司投入的资金那是天文数字呀。比如 OpenAI 训练了一个像 ChatGPT 4的模型，花费的成本竟然高达$7800万，甚至有可能突破1亿美元。听到这个数字，你想想，咱们是不是都可以去买个岛当个老板度假？这成本高得让人肝颤，感觉每个计算步骤都是烧钱又烧心的。但是DeepSeek 这家公司有多牛逼呢？他们仅仅用了$600万，就让自己家的模型性能跟 ChatGPT 4几乎不相上下，简直就是小本生意干大活嘛。而且DeepSeek 的新型模型推理成本在$2.2每100万词元，你知道 OpenAI 那边是$60吗？这个差距简直就是暴力打脸呀！老子曾经曰过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次 DeepSeek 就是那只小蚂蚁，悄悄地把美国大模型的高楼给撼动。他用行动告诉全世界低成本才是 AI 未来的金钥匙。就像中美网友对仗以后美国网友发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为资本家服务的。放到这里呢，就是科技是为大众服务的，而不是为资本服务的。值得庆幸的是，这赛博网友们以后也可以开源享用 AI 服务。说到这儿咱们得聊一聊 DeepSeek 的另一个秘密武器——模式创新。这美国的大公司一直在用砸钱堆算力的老路子，靠着算力堆数据，把模型养肥了再说。庄子曾经曰过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要强的算力，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也就是氪金。这些美国大公司拼命堆算力，感觉就是谁的牛刀大，谁就能切肉，玩的就是大力出奇迹。但是呢 ，DeepSeek 人家可不走这条老路呀，它利用的是一种巧妙的算法创新，减少了算力需求，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成本，把算力用得恰到好处。这就像孙子兵法说的上兵伐谋，人家靠的是智取而不是力取。结果呢 Meta、OpenAI 这些大公司看到了这一切，简直就慌了呀！是不是我花的这些钱根本就白花了呀？越到这个时候技术人员就越紧张了呀。他们开始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也要写辞职信了呀？这恐慌的程度简直让工程师们都开始怀疑人生了呀。咱们再来看看DeepSeek 的火爆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大模型发展日渐成熟的标志根据人工智能大模型年度发展趋势报告显示，2024年国内大模型的能力已经大幅提升，跟国际顶尖大模型的差距已经缩小了将近75%。这可不是什么小打小闹，而是逐步逼近国际大厂的技术水平。甚至可以说DeepSeek 的出现就是中国 AI 产业崛起的象征。而且你看中国的 AI 投资也越来越强，已经达到了55亿美元。虽然跟美国的641亿美元相距挺大的，但咱们根本就不怕。这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的中美大对仗，咱们能深深地感受到中美的购买力的差距。它看似花了600多亿美元，咱们的50亿可都是花在刀刃上的。对方看着有600亿，但他有可能连50亿都没有花到。按照老祖宗说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未来中国的 AI 在全球的影响力只会越来越大。DeepSeek 正是这股力量的缩影。那这 DeepSeek 到底是什么来头？这家公司成立才1年多结果就用 DeepSeek V3 跟 R1 2款大模型，把全球科技圈炸了个天翻地覆。尤其是 DeepSeek V3，它成本低的离谱，却能媲美 OpenAI 的 GPT 4跟 Claude Note 3.5。
更加离谱的是V3的训练成本低得让人不敢相信，才600万美元。你听说过用600万美元投资就能跟数亿美元投资的竞争对手叫板吗？这简直就是科技界的廉价爆款呀！而且这款 AI 模型不仅能答对高语境问题，还能理解中文网络梗。有 IT 圈的朋友这么说DeepSeek 简直就是 AI 界的李诞，比 ChatGPT 更懂得高语境跟中文网络梗，甚至能写出脱口秀的文本，把咱们中国的网络文化完美的融合进去。现在的 DeepSeek 就像一个老司机能随便玩梗，随便调侃，轻松的给你吐槽几句从足球问题到国际时事，DeepSeek 不仅能回答得头头是道，还时不时给你带来一两句机智的调侃，简直就是个机灵鬼嘛。DeepSeek 这一顿操作直接把 Meta、OpenAI 这些大佬都给震惊醒。Meta 开始担心自家的 Llama 4性能都跟不上 DeepSeek R1，而 OpenAI 呢 CEO 奥特曼也急得团团转，又是发智能 Open 抢热度，又是剧透 O3 mini 新消息。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也是个狠人，他说他们团队里大多数都是一帮 top 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博4、博5实习生，还有一些毕业才几年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就是有冲劲儿，有创造力。这 DeepSeek 能抢在大厂面前推出 R1 模型，靠的就是这帮年轻人。现在DeepSeek 已经成了大模型创业公司中的一股清流，只做基础模型，不考虑商业化，还坚持开源。它让国内那些还在纠结开源还是闭源的大佬们也要悟了呀。这下该美国科技巨头们着急了。微软、谷歌、Meta 都纷纷加码 AI 投资。本来川普还想在2025年打造什么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帝国，但这 DeepSeek 却4两拨千斤，凭借着一手低成本、高效率的王炸。这英雄登场也总少不了背后的暗流。就在1月28号凌晨 ，DeepSeek 的官网公布了一个公告，说他们遭遇了大规模的恶意攻击，官网的服务变得有些繁忙。大家注册都得排队等待。说实话，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三国演义》里的“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真可谓一山不容二虎。这小蟹他们可不得在背后放阴招了。但是历史的车轮告诉我们，没个蟹他用。在 AI 的竞技场上，光鲜亮丽的背后，谁又能不面对那些暗流？而 DeepSeek 既然夹着大亿万之势而来，必然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畅通无阻。所以DeepSeek 的迅速崛起，让美国的政治圈们也开始慌了。这不，特朗普就赶紧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表示要让美国继续保持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之王地位。别小看这事儿特朗普可是按下了警钟，提醒美国要打起精神来赢得 AI 这场全球争霸赛。他说 DeepSeek 的出现对美国的产业发展敲响了警钟，他们不能再坐享其成了，要用拼命三郎的精神迎头赶上。这老大都紧张了，那白宫的 AI 总管当然也得跟着紧张了。他也发了个推说对美国 AI 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尤其是特朗普废除拜登行政命令以后，认为这是一场反扑的信号。你看这话像不像《红楼梦》里那句梦中得失，事事如棋？这局棋看来美国是得下去了。但是在这场 AI 的全球竞赛中DeepSeek 已经是一颗不容忽视的棋子。至于 ChatGPT 他又怎么看 DeepSeek 的崛起？你以为他会直接高高在上把 DeepSeek 踩在脚下吗？这回并没有，他倒是用了一种比较谦虚的语言来回应。DeepSeek 的迅速崛起肯定有它独特的优势，或者是满足了用户的某些需求。这是不是跟去年东风30A 机发售到美国家门口以后美国的态度是不是一个样毕竟AI 的世界就像江湖，谁能笑到最后，谁才是英雄。你说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这 AI 的世界简直比易经里的乾坤还要神秘，深不可测呢？这未来的 AI 竞赛可能就像孙子兵法中的兵者诡道也，谁能在这场奇谋中出奇制胜，谁就能抢得先机，笑傲江湖。说到 DeepSeek 的创始人他表示，创新首先需要自信。他相信中国的 AI 技术永远不会是追赶者。DeepSeek 正以创新贡献者的身份加入到全球技术的浪潮中。所以说这场 AI 大战简直比孙子兵法里的兵者
诡道也。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用兵之道，变化万千。这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啊，绝对是一场奇兵突袭，给全球 AI 市场带来了惊天动地的一击。它的成功呀，就像《易经》里所说的乾坤变幻，无常而妙，不按常理出牌。至于谁最终能笑到最后呢？真是值得咱们每个人深思的问题。这个低成本的颠覆者，不仅在国外市场迎来爆发，在国内市场也迎来了强烈的反响。什么字节呀、阿里呀、百度等巨头都在盯着 DeepSeek 的动向，甚至有的传闻啊，雷军已经挖墙脚 DeepSeek 的一位天才开发者，未来可能在小米 AI 实验室展开合作。将来啊 ，AI 的风头可不仅仅是海外的事儿。总之啊 ，DeepSeek 用不到1/10的资源，撬动了大厂铁三角。这波低成本、高性能的革命，给全球 AI 行业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招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点赞订阅不迷路，下期再见。